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尼亚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出来的第7季第19集。这一集主要讲尼格松与动画片的故事。难得迎来周末，尼格松决定悠闲的看看动画片。欢迎来到飞出来小伙伴们的欢乐秀之班德和神秘小伙伴。主题曲放完，整片开始，开场就是一片阴森，飞船孤零零的飞着。原来剧情主线是教授邀请大家到茂密森林参观自己的克隆实验。之后，弗赖说台词，最小的14岁，最大的32岁。那我们多少岁？面对不知何处传来的笑声，莉拉发表观点：是幽灵。果然，说曹操到，曹操就到。一只幽灵龙立刻圈在飞船前面，想活命就回去，真是吓死宝宝了。但好歹也是成年人，这种把戏明显很假。众人不以为然，继续前行。这时候问题又来了，这种鬼地方哪里能找吃的？前面有个歌剧院，不妨去看看。于是众人来到了歌剧院，没想到这里也有鬼，众人转头就跑。原来这不是什么鬼，不过是乔治主警在恶作剧。乔治表示，我以为你们是那个幽灵龙，多有得罪，实属抱歉。抱不抱歉无所谓，我就想问，我能吃那边的鸡肉串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不介意它过期1年了。所谓珍馐盘中死，做鬼也不饿，那就不客气了。艾米却表示非常疑惑，堂堂一个歌剧院怎么会如此冷清？乔治主警解释道，这里也曾经莺歌燕舞，热闹非凡，但自从对面的篮球馆开张后，这里便门庭冷落，鸟不拉屎。流行文化掩盖了传统文化是不争的事实，看在鸡肉串的份上，你们要不要光顾一下生意啊？弗赖表示，虽然你的鸡肉不错，但我们爱莫能助。说完，一伙人就跑了。乔治哀叹道，世道艰难，原来是来蹭吃的。终于大伙来到公司，管家约翰把众人带到实验室。我的弗赖叔叔和捉鬼小组来了，我觉得应该只有你们能对付那个叫约翰。最近在闹什么？闹鬼。好，惊吓完毕，带你们去看看实验室。这是我的克隆机、电线以及哈勒姆环球队队员。莉拉问道：“你们怎么在这里？”他们解释道：“在这里打比赛，顺便帮教授研究一下克隆机。原来克隆机能克隆出很多他们的强敌大鸟，所以他们以此可以做最真实的比赛训练。”但教授表示：“我不是请你们来看篮球的，我是请你们来捉鬼的，因为幽灵龙老是破坏篮球队的训练。至于为什么，捉住他问问就知道了。”于是众人决定先休养生息再战。但由于隔床呼声太大，弗赖表示：“我还是起来走走吧。”但没想到走走不要紧，差点把翔吓出来。弗赖拔腿就跑，立即躲到赫米斯的床下。赫米斯突然惊醒，掐指一算，时机到了。先整理一下仪容。接着众人集合完毕，好，我们8个留在这里守株待兔。班德、弗赖，你们去做诱饵。弗赖不满，凭什么每次的送命题都让我们打？我不会去的。但是艾米这时拿来了一瓶酒。好吧，成交。一阵你追我赶的躲猫猫后，众人再次集合。在这次蹲点下来后，我们发现了很多线索。这个人就是能随意进出城堡的约翰。来，我们来看看他的真面目。随即莉拉扯下了约翰的头。可能是搞错了，但不要紧，还可以用。正在大家为约翰惋惜时，教授突然叫道：“嘿，大家看，原来是真正的幽灵龙被抓住了！让我们来看看他的真面目。原来是歌剧院老板乔治。”乔治表示：“都这样了，我也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，我就是幽灵龙。那为毛你可以飘起来？哦，那是我用了投影仪。”胡说，歌剧院哪来的投影仪？偷来的。艾米表示：“我明白了，你就是想影响篮球队训练，以此来报复。不，这也不是主要原因。那是为什么？因为我有病。”篮球馆篮球大赛正式开打，队员们信心满满。5个大鸟我们都打赢了，还怕什么？这时广播里喊道：“有请6个大鸟出场。”妮妮表示无话可说。尼格松在屋里看得正尽兴，殊不知外面已经站满了抗议人员。吵什么吵？不知道白宫里还有人住吗？原来这群人是来抗议不良动画片影响了未成年人的身心成长。他们要求总统对动画片立即进行整改。总统表示：“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给好莱坞打个电话。”好了，办完正事，继续看动画片。没想到好莱坞的办事效率还真是快，动画片即刻改为美食专栏紫梅堂。接着紫梅公主入场，台词可真是用心，句句不离子。接着紫梅公主开始打广告，只吃紫梅，别无二选。接着教授念台词，我一定要吃那些健康的紫梅。真是追剧3分钟，广告半小时，转眼便是广告时间了。嘿，你看起来食欲不振，来吃吃紫梅小饼，吃了紫梅饼就能来紫梅堂和大家一起 happy 哦。剩下的牛奶真像紫梅糖，它还可以搭配各种配食哦。广告过后，精彩继续。这时紫梅堂迎来了新伙伴琵琶大王。你好，紫梅公主，我是你的新邻居琵琶。但众人表示，我们这里只有紫色，你是橙色，所以不能住在这儿。这时紫梅公主出来解围，颜色无所谓，紫梅也不一定只有紫的。于是大家手拉手，紫梅堂中好朋友。教授继续念台词，我一定要吃那些健康的紫梅，还有橙梅。广告如约而至。妈妈，为什么我的紫梅里有橙梅？我也想知道。你先吃，我看看说明。紫梅橙梅混合装，双味混合更营养。双味哦，太酷了。
话说魔鬼教授终于站不住了，他对紫莓糖发射了炸弹，是雪球炸弹，会冻伤紫莓。琵琶尝了一口，不对，这是砂糖。于是糖霜琵琶紫莓小饼又上市，精彩继续。哦，该死，我没能搞死那些健康的紫莓，我发誓，我下次一定要吃到健康的紫莓。紫莓糖这边大家围在一起开会，美美贼难道看不透吗？不管它，我们做好紫莓就行，好营养只是一碗之遥。紫莓小饼，你值得拥有。紫莓公主播放完毕，下面为你带来战争系列节目。开篇画面就是炮火连天，扎普和基夫围攻，行星快递员为首，热血愤慨，枪林弹雨，很是精彩。尼克松表示这个好，爱国题材居家必备。不料外面突然扔进来一颗石头，我说你们又在闹什么？扎普将军演得不好吗？大家表示此剧太暴力，看着火大，没办法，哪让我是个领导人呢？那就让我来亲自编排节目吧。随后他拿出私人编排器，既然不喜欢暴力，那我就让子弹们飞回炮筒里去。原来尼克松采取了倒放手法，并自带私家解说，在他的操作下，被炮弹打坏的东西倒放回完好画面。就这样，一集播放完毕。好，再来播放下一集。这集是跳伞夺弹，前面剧情暂时还没有暴力画面。尼克松表示非常欣慰。好，这样就不用改台词了。剧情继续，邪恶教授准备向大兵队发射地对空导弹，炮弹发射，但大兵队的成员纷纷提前跳伞离开。跳伞前必须报个数，冰火小子、葡萄夹侠女。接着，尼克松感觉他们的名字都不太友好，于是赫米斯改名为热心肠娃子，艾米改名为粉扑妹妹。眼看飞船即将被导弹击中，扎普又一次坑基夫，拿走了最后的降落伞包。基夫坠落，发表遗言，告诉我老婆，今晚我回家吃饭。飞船坠落，发生连续的爆炸，这个是来自于迪士尼乐园的烟火。双方正式交战，莉拉扔下手榴弹，尼克松解说生涯也步入高潮。送你们个水球球哦，哦，水溅得够带劲，来传送我吧，我接招了，哦，我中招了，好痒痒。冰火小子他睡着了，我会为你们报仇的，你们这帮冷酷的家伙混蛋。没错，这里可以说是混蛋。来帮你们量量头，一恰恰，二恰恰。还没找到苹果吗？它在水里的。这个行了，编不下去了，快切换公益广告。随即带来的是小黑和小胖抢球技，他们在为一个橄榄球打架。这是尼克松串场，孩子暴力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让我来帮你们吧。随即他把橄榄球撕碎，来呀，来抢你们的破球啊！这真的是公益广告。本来该是尼克松清闲的周末，但他却为电视节目忙活了半天。尽管他尽力去迎合众人的口味，最终却落了个费力不讨好的下场。明明是自己喜欢的节目，却在大众的否定下不得不频频更改。而一种事物的存在，总会有人喜欢，有人厌恶。独特往往会和异类混淆，在他人的有色眼镜下，独特会频频自我否定，最终随波逐流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每个人都是特立独行的个体，谁也没有必要迎合谁的口味。即使无伤大雅的喜好，又管别人怎么看呢？总是向着他人而活，这一生会不会太无聊了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